其实哥送什么礼物给九姐，她都会喜欢的。君言说道，九姐不是物质的人，她在乎的是哥的心意。要是哥能自己动手给九姐做一份什么东西当成礼物，保管九姐喜欢的很。我亲手做什么给她好？美容汤、美食，还是给她弹一首曲，唱一首歌？君言随口说道，夏天过了就是秋天，秋天过了便是冬天，但在 H 市，入秋后天气都冷了，你们在那边需要穿到毛衣。大哥要是能给九姐亲自织一件毛衣，保管九姐欢喜。龙庭、妍妍，你杀了哥吧。哥什么都会，唯独不会织毛衣。就算我想去学，也不知道跟谁学。他身边的人都不差钱，穿的衣服几乎都是定制的，就是买也是买的高档货，还真没有人织毛衣呢。还是有人会的，只要大哥有那个心学，问一问，学一学就行了。大哥，我快到公司了，不和你聊了，先挂电话，有空再聊。自知给龙庭抛了一个难题的君言，赶紧挂电话。挂了电话后，想了想，君言都忍不住笑。他是怎么想到叫大哥织毛衣送给九姐的？他妈妈都不会织毛衣呢，家里人貌似就没有会织毛衣的。数分钟后，君言的车子驶进了风尘集团。下车，他就看到了欧阳浩捧着一大束鲜花，站在办公大厦门口等着他。君言在保镖的簇拥下走过去。妍妍，欧阳浩迎上前几步，将手里的那束花递到君言面前。君言一看，今天的花束换成了钱花，比鲜花好一点，鲜花会枯萎，钱花不会。他接过花束，说欧阳浩说了不用给我送花，我不喜欢这些东西。欧阳浩说道，所以我送了钱花。你用过早餐了吗？我也熬了补汤，还热着的，放在车上，我去拿。说着，他扭身走到他的车子前，拉开车门，探身入内，拿下了一只保温饭盒。君言站在原地看着他，等他走回到他的跟前，他抱着花束与他一起往里走。我作息时间很稳定，每天7点10分准时用早餐，你不必总给我送补汤，你看我是需要补的人吗？他作息稳定，每天3餐都是营养师安排的，吃得很健康，又营养均匀，不需要补。他妈妈隔3差5就喜欢熬点补汤，要求他们都喝上一碗。君言都怕自己长胖了，还好他每天消耗的体力也大，每天也会坚持锻炼身体，被妈妈那样投喂才没有长胖。君言羡慕那些怎么吃都不长胖的人。欧阳浩笑着，这是我亲自给你熬的补汤，我很早就起来准备了，多少喝一点吗？我爸说他是我爸爸，还没有喝过我亲自熬的汤呢。君言笑了一下，说道，你爸只喜欢喝你妈妈熬的汤，我爸就是秀恩爱，喜欢往我嘴里塞狗粮。妍妍，等咱们结婚了，我们也天天在我爸面前秀恩爱。君言说道，咱们父母那一辈，结婚几十年，感情依旧好的如同初恋，才是让人羡慕的。他和欧阳浩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感情也是深厚。但他们的人生路还长，谁知道能不能几十年都如同初恋一般甜蜜。君言和欧阳浩之间没有轰轰烈烈，只有细水长流，只有陪伴。他们是所有人眼中的一对儿，在所有人的眼里，他们俩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儿。进了电梯，只有2个人，保镖等下一轮的电梯有欧阳浩在。保镖团识趣得很，不当电灯泡。况且回到了公司，这是君家的地盘，大小姐也很安全。欧阳，君言看着欧阳浩那张俊脸，忽然问他，你会织毛衣吗？欧阳浩愣了一下，说道，我可以学。意思是他不会。别说他不会，他家里人都不会，不知道佣人当中有没有人会的。我大哥计划亲自织一件毛衣送给九姐，他那么忙，
还要亲手织毛衣，对九姐是真好，也是真的很爱九姐。欧阳浩马上说道：妍妍，我回头就学织毛衣，也给你织一件毛衣。不，以后你冬天的保暖衣，我都亲手给你做，我做。婷哥什么脑袋呀，居然想到给九姐织毛衣。一件毛衣不值什么钱，但让一个大男人，还是很忙的大男人，亲自给一个女人织毛衣，那份情，那份心就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了。怪不得妍妍会羡慕九姐，我又不缺衣服，衣柜里的衣服多的穿都穿不完。再者，咱们 A 市冬天也不冷，用不着穿毛衣，除非去北方看雪。欧阳浩说道：我能学织毛衣，给你织毛衣，也能学做其他衣服。等我学会了，你一年四季的衣服，我都给你做。我买布料回来，自己设计，自己做成衣服给你穿。君言莞尔，欧阳，我就是随口问一下，又不是叫你给我织毛衣做衣服。你羡慕九姐，我要让你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，怎能让你羡慕九姐？九姐有的你都要有，你有的九姐未必有。君言眉眼带笑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两个人坐着电梯上了顶楼，走出电梯时，秘书已经在等着。见到两人一起出来，秘书见惯不怪，跟欧阳浩打过招呼后，便跟着君言走，边走边汇报工作。那真是争分夺秒，不会浪费1分钟的时间。君言也是一出电梯就收起了那点温和，换上了严肃。秘书汇报一件事，他就处理一件事。等进了总裁办公室，秘书将一堆文件放到了君言的办公桌前。君总，这些文件都是很重要也很急的。好，我马上处理，等会儿通知你进来拿。去给欧阳总倒杯水。君言在半月形的办公桌前坐下，同时吩咐秘书去给欧阳浩倒杯水。他坐下后，边开电脑边拿过一份文件，翻开一目十行扫过，最后在文件末签上他的名字，再盖上公章，这份文件便生效了。君言记性好，就算是一目十行，也能记住文件的内容。况且送到他这里来的，都是经过高管们反复开会讨论过的，也经过他拍板的。签字不过是走个流程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他是定规矩的人，轻易不会更改自己定下来的规矩。欧阳浩没有打扰他，默默地在待客区的沙发上坐下来。秘书给他倒来了一杯水，轻声问他：欧阳总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欧阳浩亦是低声说道：不需要了，谢谢。那我出去工作了。秘书看了一下保温饭盒，低声说道：半个小时后，君总要开会，会议时长1个小时。欧阳浩懂秘书的意思，让他在这半个小时内见缝插针，找上几分钟让君言喝了补汤，否则君言就没有时间喝他的爱心汤。谢谢。欧阳浩再次向秘书道谢。秘书出去了，欧阳浩起身进了茶水间，在里面拿出一副碗筷，清洗过碗筷后，从里面出来，走回到沙发前，打开了保温饭盒的盖子，给君言倒了一碗汤，再看向君言专注的工作。怕是连他这个大活人都忘记了吧？明明有哥哥有弟弟，不需要他这么累的，可他偏要挑起家族担子。他的兄弟都信服他，公司上下也臣服他，总说他有叶伯伯当年的风范。长辈们都说妍妍从小就稳重，有大姐大的架势。穆姨常说希望妍妍无忧无虑，不想让妍妍挑担子，那么累，可惜不如穆姨的愿。妍妍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她想做的事，除非她自己放弃，否则没有人能让她改变主意。欧阳浩庆幸他和妍妍是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又稳定。两家长辈很早以前就有做亲家的想法，他要不是占着这个优势，想追到君言很难。感谢父母辈的情谊，让他有这个优势。君言了解他，信任他，
君家的少爷们虽说个个看他不顺眼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除了他，没有人敢娶君言。欧阳浩端着那碗汤过去，走到君言的身边，想喂君言喝汤。先放下，我等会儿喝。君言不让他喂，他有手，不需要人喂。欧阳浩说道，我喂你，这样你还能继续处理文件，不会占用你的工作时间。不用，1碗汤喝完不用1分钟，等会儿开会前我喝了便是。只喝1碗，有多的你喝了吧。君言说话时都没有抬头看欧阳浩，争分夺秒处理工作。他的行程安排得密密实实的，而他又是个很讲究时间观念的人，行程上安排他什么时间做什么事，他就会去做，尽量不拖不欠，拖了晚上加班加点更累，或者堆积到隔天也会越积越多。欧阳浩只得放下了汤碗，还有点烫，等会儿喝也是喝。欧阳浩看了他片刻，最终走回到沙发前坐下，自己喝了剩余的汤。君言说他只喝1碗，那就是1碗，好歹喝了。欧阳浩在君言的办公室坐了半个小时，在君言要去开会时，他才离开的。看着君言喝完了那碗补汤，他带着保温饭盒离开，想约君言中午一起吃饭。君言说他中午有饭局，不方便。欧阳浩无奈，他这个竹马总是被他排在工作后面，知道自己在君言心里有着不可代替的位置，但欧阳浩有时候还是酸酸的，因为他被君言排在了工作的后面。回到自家公司自己的办公室了，欧阳浩马上打电话给母亲。等母亲接电话了，他求助地问，妈，你知道谁会织毛衣的吗？织毛衣？林夕狐疑，你问这个干嘛？大夏天的，外面热死人了，谁会织毛衣呀？还不是婷哥，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，怎么想的，居然说要亲手织一件毛衣送给九姐。妍妍跟我提了2嘴，问我会不会织毛衣。我知道的，妍妍羡慕九姐了。婷哥给九姐织毛衣，我也可以。我不能让妍妍只有羡慕别人的份。林夕这个龙婷，她怎么想的？花点钱给初九买几套新衣服就行了，居然要亲自织毛衣，她会吗？欧阳浩说道，有可能会。婷哥那些叔叔伯伯都是能人，会织毛衣一点也不奇怪。妈，你会织毛衣吗？教教我呗。我还得学一下裁缝。我和妍妍说，以后她的衣服我包了，我都给她做，自己买布料，自己设计，自己做成成衣。林夕，儿子牛逼不要吹太响，等会学会了再说也不迟呀。自己都不会，就说要承包妍妍1年4季的衣服，就不怕自己做不到，失信于妍妍。织毛衣还可以学一学，学起来也不算难。织一件毛衣送给妍妍已经很有心了，你还承包她1年4季的衣服，还说自己做，则恋爱脑。妈，我都夸下海口了，为了你未来的儿媳妇，你得帮我，给我找个最好的师傅教我。林夕叹气，你就是个坑妈的。好吧，为了我的儿媳妇，为了你以后的幸福生活，妈帮你找个师傅教教你，你能不能学会是你的事。欧阳浩保证自己一定会认真学，努力学，说到做到，不会让君言失望的。末了，欧阳浩吐槽青梅竹马，想娶她过门也那么难，都是婷哥，我恨不得飞到 H 市揍婷哥一顿。你是他对手吗？揍他，你连初九都打不过。林夕不客气地接儿子的短，人家龙庭和初九是跟着世外高人学的功夫，岂是他们这些富家子弟能比的？亲妈，绝对的亲妈。亲妈打击儿子，那是毫不留情。我不揍婷哥，也要吐槽他几句，问问他是怎么想到这种讨好九姐的办法的。龙庭冤枉呀，他还是请教君言。君言跟他说的。现在龙庭还在想着跟谁学织毛衣呢。
你外婆就会织毛衣，可惜你外婆不在了。林夕怀念母亲，她记得她小时候穿过妈妈织的毛衣。以前 A 市四季分明，冬天也冷的，如今 A 市可以说没有冬天了。今年冬天真的没有几天是冷的，过年时气温甚至高达30度。寒假过成了暑假，我外婆会织毛衣，妈妈怎么没有跟外婆学到这门手艺？你当人人都学得会。林夕以前是想学的，学不来，因为她不喜欢。